Witamy w Polsce, zapraszamy do Warszawy na pyszne lody。总算到了一直想来的波兰。波兰人在爱尔兰外国人的占比里排名第二，仅次于英国人，所以我对这个国家早已形成了一些刻板印象：亲美、前苏联、人民坚毅、火气大、经济较落后。这一次的旅程让我对波兰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尤其是在接触到当地的波兰人后，他们都非常自信、朝气、友善。波兰历史悠久且复杂。中世纪时曾建立强盛的波兰王国，但由于倒霉的地理位置，经常被四方列强瓜分，甚至一度从地图上消失100年。华沙也曾在二战中几乎全部摧毁。今天的华沙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人口约180万，是中东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人均 GDP 25000美元。这里的老城也按照原来的样子被一砖一瓦重新堆砌，并被列入世界遗产。这里现代化高楼的密集度是我在欧洲看过数一数二的。漫步在华沙，我能够感受到这个民族厚重的历史，也能看到它现在的朝气蓬勃，真的超过许多死气沉沉的欧洲城市。好了，今天带着100人民币，看看在现在的华沙能够买到什么东西吧。大家好，欢迎来到100元系列。我现在身后的呢应该是波兰的第一高楼，是一个大家看是一个文化中心。这个大楼有点像在罗马尼亚的首都Bucharest 有一个这样的很像，但是比这个高很多，而且面积比这个大。然后今天是我来波兰的第3天，我其实来波兰之前对波兰有一个刻板印象，第一个是你知道是前苏联比较落后，然后人比较 aggressive， 这个是我的印象，因为在都柏林有很多波兰人，然后我来了以后发现这边真的是比我印象中要好很多，大家看很干净。很整洁，非常干净。另外一个我发现就是这边人过马路竟然像传说中的德国人一样，就算是红灯没有车都不会过，因为在都柏林的话，基本上你红灯只要没有车你都闯过去了。所以说我发现波兰人非常的遵守纪律，比我想象要更加的更井井有条。我给大家看啊，前面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看到吗？基本上没有人闯哦，现在是有车。但是，另外说到这个铁路，一个是叫轻轨，还有一个是那种小铁路，上面可以吊天线的那种。这边的系统竟然是全部是自觉买票。我之前觉得自觉买票的应该是非常发达的国家，因为我像去过德国、奥地利，还有一些国家就是自觉买票，就是上车也没人检票。就是说这边让我觉得波兰人非常的遵守纪律，而且不会说他既然这个系统存在，就证明这边人不会去逃票，很少去逃票，这一点还让我挺震惊的。100人民币呢，相当于51块钱，所以比较好算。大家去看到那个价格，只要除以2，就是我们人民币的价格。我现在呢就往那个老城区走，昨天去稍微转了一下，反正真的比我印象中要好很多，而且我发现华沙是一个非常，就它房子你看哈，它都不怎么漂亮，它没有像什么丹麦啊、瑞典啊那么精美、那么童话，但是它都很实用主义。到时候我到了老城区，给大家看它那个老房子，因为大家知道波兰在2战中有85%的建筑全部被战争摧毁，所以说现在遗留下来的都是非常都是重新建的，所以说你看不出那种老的味道。看到吗？波兰华沙的市中心非常的干净整洁，非常漂亮，井井有条，郁郁葱葱。这些应该是属于前苏联留下来的房子，这一看就是非常苏联的，看到吗？非常密集，而且还挺高的。我给大家看啊，现在是红灯。如果这个在爱尔兰，大家早已经过了好几个人了，看到吗？我真的这一点我确实让我挺惊讶的。
很遵守交通规则。这边好像绿灯，大家走了，看到吗？太牛逼了！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太牛逼了。这边是一个卖水果的，买点水果。看多少钱？This is 10 zloty. Is 10? 1 This 0. is 10 zloty per package. Can I have one, please? Yes, of Just one course. package, yeah. Thank you. 这边的价格都是6.5块一斤，6.5块一斤苹果，这9.5块，这个苹果是9.5块，这个花是12块。我本来想买盒蓝莓的，但是30多块钱，所以买完一盒就没了，所以买一盒这个吃一下，因为在外面很少吃 Your 到 turn 水果。 now. Yeah, It thank will you. be 10 zloty. Would you like a Dziękuję. plastic bag? No, that will be fine. Thank you. Dziękuję bardzo. Wait for the change. Yeah, I will. Never forget. 40 zloty. OK，辛苦呀。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度假心情好很多，所以说就感觉这个都要好吃10倍，比平常在超市。我不知道大家对波兰的印象是什么，因为对我来说，一个是前苏联，然后居里夫人，还有肖邦，这边有一个机场是以肖邦的名字命名的。然后，我在看的时候也发现，波兰其实有很多名人，像哥白尼当时也是属于波兰王国的。然后我在读波兰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波兰可以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如果你仔细看它历史，其实非常悲惨的一个历史，因为它这个地形很平，所以说它在整个历史有3次建国，然后3次被瓜分，然后中间大概有100多年整个波兰亡国，然后波兰又在这中间不断的反抗。你看它这里都弄得非常好，因为这边快属于老城了，然后这边所有的都是让行人先过，做得非常好。我在华沙呢发现了很多日本的餐厅，在我家那边有一条那种皇家大道，然后有3、4家。我现在前面就是老城区，我现在感觉这边的物价也不便宜。大家看到吗？这边已经接近老城区了，在那边。这边老城区我昨天逛了一下，规模还挺小的，没有说像其他的比较主要的城市规模大。但是还是挺漂亮的。 I don't know because the weather is crazy. Gabinety kosmetyczne zrobią pistoletem. Nie wolno robić.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磁铁还挺贵的，20块钱，相当于除一个4、5欧元，很贵。这边卖的很贵，而且这边这个难看一点就7块，这个有点太难看了，就是一张很薄的磁铁。然后我在这边看，好像都是这个价，不知道我要走一下还是怎么样，因为这边已经是属于没有门面的，应该算很便宜的了。这边是卖这种石头义乌的货，100%是义乌货。其实来这边卖很赚钱，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像这一个40，而且质感相当差。这个50，质感好点的50。哇塞，这个简直成本可能就是2人民币。然后他这边卖50，相当于多少啊？50除以个4，10欧。我靠，卖10欧，卖80。哇！我其实以前也想过做这个生意，要不来这边做这个生意好了，非常赚钱。这一排有卖一些香肠面包，等一下来看看上去还蛮好吃的。这边是卖一些凉菜、橄榄、辣椒。这个是蛋糕，是上面没写多少钱哦，100，17块9一克。哇，这个好难算的。这个是12块钱，哎，这个不错，16。就在这个刚刚的小贩往前走，左边第一家
它这边还有门面的，然后卖的会便宜非常的多。大家看，这个才15块，这个就比较合理。你看这些都是，这个多少钱？这个16块就比较合理，大概就是3欧4欧左右，这个非常合理。然后这个比较好看的就是40，非常合理。它外面我没想到它外面卖的还那么贵，所以大家不要在那外面买。我来选一个，就选这个好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等回去翻译一下。就拿这个好了，15块。Can I get this one, please? 3 meter. Yeah, thank you. Either 15. Yes, 15 is what. Thank you. 给大家看下这边，这个是65，这种还挺好看的。看这个杯子，这是波兰的国旗，这是多少钱？看这个水晶球，水晶球哪里都有。这边卖挺便宜，这个才40多，外面一个磁铁就要40多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来这家买，我觉得挺好的。东西不多，但是种类还挺便宜。就在广场的往右走的第一家，看到吗？第一家，看到吗？这个挺好玩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来，搞快点！这个挺好，不愧是肖邦的故乡。这个挺好玩的。这边还有个他们的，我不知道，我对音乐也不怎么。这边 Love Story， 看一下这个爱情故事。特别好，这家就比较高档了，看到吗？这种是460。我给大家简短的讲一下这个波兰的历史啊，就说它这边有3次建国，3次又被瓜分。它第一次建国呢是在1569年到1795年，这超过200多年的时候，是通过联姻和立陶宛，当时建立了欧洲最大的一个王国，是波兰立陶宛联合共和国。当时也是最早的这个欧洲民主制，也是这个共和国。这个面积大到非常大，就现在的乌克兰、波兰，然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就这些全都是这个共和国。知道这个是2次世界大战被摧毁以后重新建的，所以感觉没有像什么丹麦的啊，像瑞典啊那么的有历史的感觉，或者是像布拉格那么有历史感，就感觉欠那么一点味道。2战到现在也有80多年了，也将近半个世纪了，也还是很有历史的。看到吗？这边就是它的大广场，大广场还是挺漂亮的。这是那个小孩的餐，小孩的餐是25，还挺便宜 ，spaghetti pasta 一个是38多少钱？38除以4， 45、20、46、27、28、48、89块，还行。pork chop 45块，45除以4， 10块多。比我想象的要稍微便宜一点，还行。披萨，这是大的披萨。大概16世纪末和17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大公国呢就开始没落，然后旁边的周围的所有的王国都兴起了。北边有瑞典王国，然后东边是俄罗斯王国，西边是普鲁士，然后南边还有特拉瓦西亚，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这一带，这些都开始兴起，而且对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进行第一次领土瓜分，非常的惨，等于像是腹背受敌。而且当时乌克兰叛军就在共和国的里面的乌克兰叛军也开始反抗。卖画的，还挺好看的，挺特别的，画小猫，挺好看的。300左右，280。这是多少钱呢？这个小猫也是300相当于除以4， 70欧，这个不错，这个就便宜很多哦。这个也要50欧，
但是挺好看的，挺漂亮，挺漂亮。这个要100哦，大的要100哦。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华沙的一个16世纪的城堡，但是它这个好多看了吗？这些城墙啊，都是在90年代重新建过了，所以也是比较新的感觉，可以大家走上去看一下。没有什么好看的，因为整个城市都被摧毁了。我收回我刚刚讲的话，这个华沙的老城区其实非常大，我走了大概15分钟还没走出去。我刚刚发现这个出租车和我这个是一样的，看了吗？是一样的。Do you know what's this mean in English? This. What does this mean in English? Warsaw Syrenka. Syren, ryb, fish. Swim. Fish. Syren, Okay. yeah, fish, syren. Fish. Uh-huh. Z nad Wisły, Wisła, rzeka. Wisła. Swim. Okay. Troska. Fu. Problem, troska. Okay. No. To okej, a to nie umiem. Okay, nie? Okay. I was asking him, what does this mean in English? Żeby troska Z tam nad Wisły, nie żeby to- troski prysły. Troski, this is a strange. Sadness, like Jestem od Rafała. the thing that you worry about Yeah. is troski, yes? The things that you worry about. Okay. Worries. So this Siren, this lady fish. Is this lady fish? Okay, Yeah, okay. From river Wisła. Uh-huh. Is meant to be in the for the worries to disappear, to vanish. Oh, that's actually beautiful, and it's deep Yeah, because it took you guys like loads of time to think and then to translate. I feel like it's a deep meaning, yeah. It's a it And- is, but for us maybe not. But if you take it from your perspective, it is. Yeah, and the fish. I'm sorry. This fish lady represents Warsaw. Is it like a symbol of Yeah, Warsaw? it's a is it? symbol of Warsaw. Exactly. okay. That's good you to can know. find it in many places. I found it on the taxi. That's why I was asking the driver Also- because also- it's on this taxi. This is herb. And then I was called- asking- Not herb. Anthem. No, anthem. Okay. How is it called? The Like a symbol. emblem. No. Like national. Not national, symbol. but Dziękuję bardzo, local. miłego dnia. Dzięki. Every city has their own I know what you this mean, type like of graphic representation. Graphic. Okay, that's good, interesting.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Have a good Bye. 发生2件事，就是说那个司机人很好，他虽然不会说什么英语，但是旁边正好有游客过，他就叫那个游客翻译给我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去买油画，也是一个波兰老人，然后在我这边看，他跟我介绍一下，然后看着我不会买，然后可能就说了些什么。所以说每个地方有好人有坏人，但是好人还是真的是占大多数。这边又是一个古城旁边的一个小公寓哦，大公寓。连锁公寓，看到吗？真的绿化也很漂亮。我到超市里面看一下，什么可以买的。这个超市里面就便宜很多，你看，这一盒这么大的才11块。我靠！诶，可以买一个这个。哦，早应该来超市了，这个才13块，10块，比我磁铁还要便宜，一个这么大的。然后这边。拿一个这个才5块钱。Dzień dobry. And How much? 650. Oh, sorry. No problem. There you go for you. Can I ask you, what does this say in English? Yeah. 1 zlot. Yeah. Give river and you'll come back this place. Who will come back this place? Poland. Warszawa maybe. So you throw the coin to the river. Yeah. And you'll come back this city. 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刚开始那一对年轻人在翻译的时候，还有那个老人在翻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说不太准，所以我又问了一个，然后我也没有理解，真的是没有理解，谁知道这个什么意思？还不错，还不错，
这个才6块钱。所以在外面旅游省钱的一大绝招就是去这个超市里面买。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你像一般看上去这么简单的，其实不怎么好吃，但是这个非常好吃，而且这面包啊很新鲜，是我吃过的最便宜的面包里面最好吃的一个。1792年的时候呢，当时俄罗斯王国很著名的一个凯瑟琳皇后，她就发动了对波兰的一个战争。那个时候波兰有进行反抗，而且反抗了不止一次。但是敌不过当时俄罗斯联邦太强大，所以当时也是波兰历史上的第2次被瓜分。到了1795年的话，又被旁边的邻邦又左右互搏，全部又被瓜分了一遍。这就是历史上3次波兰的3次瓜分。第3次瓜分呢，也直接导致了波兰灭国。然后在后面的123年呢，你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波兰这个地方。这个广场呢，是当时纪念反抗纳粹的这些同胞牺牲的同胞，反抗起义。哎，这些会不会被检索？正好在这么庄严的广场上，给大家继续快速的讲一下这个波兰历史，真的还挺丰富，而且挺值得大家借鉴的。就后来呢，波兰人是怎么建国的呢？是通过帮那个拿破仑打仗刷存在感，立了很多战功。1807年呢，拿破仑帮忙成立了这个华沙公国。1812年，拿破仑被俄国打败，华沙公国又被收编进俄国。然后1830年，波兰人发动了对俄国的11月起义，很不幸，波兰又失败了。后来就被俄国高压统治啊，文化侵袭啊。1864年呢，波兰人又来了一次1月起义，很多起义，但是很不幸又失败了。总之就是在不断失败、不断被打倒，然后不断被又站起来这个过程。所以说我看这个历史的时候，觉得哇塞，这个波兰人不愧是也是算强悍的民族。我在外国度假呢，就是吃一些这种垃圾食品，因为我在爱尔兰从来不吃。哇，这个看上去太美好了，6块4、5块9，进去看一下。Can I get one of this, please? Want to hear or take away? Take away, please. Thank you. How much? 15.90. 15. 我刚刚听到15块9的时候，我说啊，怎么是15块9？那上面不是写6块4吗？那不可能是6块4一克吧？我现在想回去看一下，又不太好意思，因为我当时觉得，哎，怎么收这么多钱？大家看一下，尝一下，斑斑，不怎么惊艳，但是就是 donut 该有的味道。这边有一个非常酷的，应该可以按一下有音乐的，看到吗？这是肖邦的音乐吗？肖邦看到吗 ？Chopin 是肖邦的意思。我再继续跟大家讲这个波兰历史。第2次建国呢，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这个普鲁士啊、俄国啊，还有这个奥匈帝国的势力都被削弱。在1919年，应该是1919年，对，签订了那个凡尔赛条约，这是奠定了波兰第2共和国的这个基础。正好剩一点钱。这边可以放 coin 吗？可以放 coin。这边不可以放硬币，所以我还用卡刷一下。波兰呢，最后一段历史呢，就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1939年，又是被左右夹攻。左边呢是德国纳粹，然后右边呢是俄罗斯。当时德国杀害了将近200万的波兰人，还有300万的犹太人。然后东边呢又是俄罗斯，也是杀害了非常多的波兰人。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卡廷森林大屠杀，当时就是在森林里面杀掉了2万多的波兰人。
最后呢，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然后波兰就宣布退出共产主义。到了1990年，波兰正式第3次建立共和国，这就是波兰的3次共和国，还有3次被瓜分。还剩1块多钱。然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对这个华沙的印象。华沙呢，绝对是怎么讲？绝对不是我最喜欢城市的前3，绝对不是。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绝对是我想要以后来这边生活的一个城市。怎么说呢？这边人首先英语讲得很好，第二就是这个基础设施，看到吗？这个基础设施连通的非常好，而且我等那个公交或者是等这个火车，基本上等个5分钟10分钟就到了。第3呢，就是这边的基础设施这些都非常好。我住的那个酒店，那个 Airbnb， 我还以为是因为很便宜，大概20欧1个晚上，我还以为会很脏，但是弄得非常干净。当然，我选择想来这边生活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这边物价真的是很便宜，因为这边有100多万人，然后物价还有这么便宜，因为服务还不错，所以说这边相较于西欧简直就是在天堂，基本上是对半的价格。10元的红梅，15元的磁铁，6.5元非常好吃的面包，15.9元的甜甜圈，2.2元的公交票。我很喜欢华沙，虽然感觉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有一些违和，但是不可否认，这里是一座非常有活力而且非常包容的城市。波兰人今年接纳了超100万的战争难民，和他们聊天中，他们对此并没有太多怨言，这让我非常尊敬。好了，希望大家帮忙点个赞，这是我继续跟片的动力。祝大家旅途愉快，下期见。